胡塞武装在红海频频袭击以色列的商船，导致许多国家被迫转移海运通道。可原本不受影响的中国，却也有多家航运公司被迫改道。这其中又有什么故事呢？如今红海问题呈现白热化状态，与先前的巴以冲突脱不开干系。巴以战争开始之初，以色列的猛烈攻击就遭到了胡塞武装的强烈谴责，称其破坏了中东地区的安宁。然而，以色列的说辞大家其实也都知道了，就是不管外界说什么，我们怎么做是一回事儿，听不听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。然而，开始对巴基斯坦进行军事突击，甚至让冲突全面升级。以色列全面进攻加沙，对巴勒斯坦进行屠杀的行为，彻底激怒了胡塞武装。他们在曼德海峡架起导弹和无人机，表示只要以色列的船只敢露脸，他们就直接攻击。这也导致多国的航运路线被迫更改。可胡塞武装针对的是以色列商船，以及部分亲近以色列的国家，为何中国也会受到牵连呢？中国航运被迫改线，表面上和胡塞武装有关，但背地里可能有美国的身影。2023年12月16日，西方航运公司宣布更改海运航线，不再途经红海地区。可令人奇怪的是，就在此决定出台的2日后，红海航线保险金额开始疯狂的涨幅，尤其是战争险价格直接翻了10倍。再加上其他险种，航运公司通航红海所要交的保险钱，比绕行非洲好望角的价格还高。这种局面迫使中国的航运公司也不敢冒险，只能同他国一起更改海上线路。胡塞武装早已开始，可红海航线保险价格却是在西方航运公司宣布改线之后才上涨。这不得不让人猜忌，此次保险价格的提升，实则是美国借用红海问题，联合西方各国对中国的航运贸易做的一次打击。美国如此大动作，竟然只是为了针对中国，他到底在害怕什么呢？美国趁着红海问题打压中国，目的也是相当明显。假如中国在红海地区成为了唯一可安全航行的国家，势必会对老美的霸主地位产生冲击。首先，我们要知道，胡塞武装的背后可能有伊朗的支持，而伊朗又和中国的关系良好。再加上对于巴以冲突而言，中国的立场向来中立，所以胡塞武装也没有什么理由为难中国的船只。如此一来，美国想要拉中国下水，就只能通过其他办法，也就是保险价格上来为难中国。而老美之后积极主张的多国一起建立红海护航组织，无疑又一次间接证明了美国希望快速解决红海问题，以保护自身的美元霸权地位。老美靠着美元霸权可谓是赚得盆满钵满，而如今随着霸权地位的动摇，国内的恶劣经济状况显然已经让他们开始感到了危机。中东多个国家联合发表的自愿减产原油产量的公告，多国出现的去美元化浪潮，中国近些年持续减持的美债，更是让老美产生了霸权危机。所以对于老美而言，快速解决红海问题，不仅是表面上维护航海通道的安全这么简单，更重要的是让其他国家再一次看到美国的强大，对美元重拾信心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